这个是一个记录荣格的与无意识的冲突的一个经验和他的创作。那这里头有一点点源头，因为荣格在1911年到1912年的时候出版了《本能的转化与象征》这本书哈 ，Transformation and the Symbols of the Libido。那这一个书的出版，它其实就画出了一个界限，在这个时候，他与他的亦师亦友的人弗洛伊德，在从此这个宣告这个决裂，因为弗洛伊德讲得很清楚，只要是在他的门下或者他的阵营中间，对于 libido 的解释不可以超出他所限定的范围，而荣格在这个地方坚持不肯退让，在这个基本上对于原欲的概念上的那个分裂，就已经他坚持出版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两人走向完全不同的这个取向，对于我们无意识、潜意识的观点已经完全分裂了。在这本书里面，他提出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他提出了2个分野，就是有关于思考的方式，一种叫做直接思考，一种是幻想的思考。好，直接的思考和幻想的思考。那前者呢是语言和逻辑，后者是被动的想象的和联想的，也就是所谓的科学的语言跟神话学的语言。那当然你就知道。当他提出这个的时候，他其实开始一边身在科学的世界，他是一个科学家，以科学家自居，然后他以他作为一个医生很自豪，他的逻辑思考能力极端的好，可是他却是在这本书之后走向的那个世界是一个神话的世界，一个想象的世界，一个诗的世界。所以在1912年到1913年，荣格其实开始跟弗洛伊德的分类，其实不是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他开始进入了一个比较潜意识非常爆发的时期，那个时候也包括集体的欧洲都在陷入一种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期的动荡与不安。他自己个人生命里面也产生一种情爱的纠葛，已婚的男人的情爱纠葛。所以，他有很多的内在冲突，以至于他就开始出现一些张着眼睛的幻觉 （vision）。我实在一直对 vision 要怎么翻译都没有办法很恰当，所以我就决定继续留着这个英文字 vision。他就是张着眼睛会看到东西，而且那个东西是很惊人的，而且是重复出现，就是洪水，整个欧洲陷入一片大洪水，而且是血红色的。作为一个精神科医师，他很清楚，这个是一个疯狂的象征。可是，1914年的年中所爆发的欧战，就是我们称的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让他真的松了一口气。虽然是血流成河，可是对他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释放。他说：“这不是我发现原来我不是疯子，因为荣格确定了自己的梦与 vision 是属于一个集体的一个幻象，不是他自己的而已。我们可以说，这个幻象里面有他个人跟他灵魂的一个挣扎跟对话，可是同时他的身体、他的灵魂、他的整个身心，同时也呼应了整个世界的局势跟欧洲当时的情况。所以在1914年，因为他开始发现说这个不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我没有疯，所以他开始做了一件事情，他开始做这个红书，这上面写的是新书，因为那个其实那个意思，这个红书是叫 Red Book， 可是他替这个过程写的东西，他取了一个名字，其实叫做新书 Liber Novus。Liber Novus 是新书的意思，就是翻译就是直接是拉丁文叫做新书。这个东西很敏感，等一下你们会了解新书。然后把它写跟画在那个做法，很像是中古时期的圣经红书，很像新约的一个概念，所以有一个神圣性在里面。可是他在那个时候做这件事情是他没有做这件事，他只是开始做一件事情，是他开始手抄，他把黑书里面的东西开始抄，用手写。
他做了什么事呢？就是当他发现这些 vision 可能不只是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全人类的时候，或者是欧洲人的时候，他开始好奇，如果这个东西不是从我自己里面出发，而是很可能是被我好像代表了一群人来一起经验这些 vision 的话，那我应该要以一个心理学家的身份来理解这个 vision 在说什么。所以他做了一件事，是开始把这个经验像梦境一样，先把它抄出来。他截取了黑书里面的内容，几乎是全部的抄出来以后，他开始做第2层的工作，就是开始分析和扩大和思考这个人代表什么，这个景代表什么，为什么是沙漠，为什么是这个寒冬，为什么是太阳，这些东西，这些升起的阳光，所以他想要回答，用出就是好像他开始把他的身份拉出了，不是经验者，而是分析者。那么我们如果开始从卷1开始看的话，就会看到荣格是遇见他的灵魂，好，他开始重寻他的灵魂。那么，在荣格的概念里头，他讲了两个 term 哈，一个是 spirit of this time， 好，那刚刚旭雅也在讲说，这翻成灵魂也不全然正确，因为这一个要讲的是。我自己的理解是说，spirit of this time 是跟外界、跟我们所处的社会、跟我们所处的世代、跟时代有很大的关联、很密切的东西，所以它可能会受到当代的一些观念，不管是宗教啦、社会啦，也就是所谓的 righteous 那个时候对的事情影响的那样一个主导的精神，那它可能是一个时代精神啊。那么深处的灵魂是什么？深处的灵魂是指在可能穿越了各个时代，不管时代如何的变迁，观念如何的变迁，那个人类共有的，然后在深处在呼唤你的那样一个比较真理性，或者说其实是有点宗教性的一个深处的灵魂啊。那么他在这本书里面遇到的，当然就不只是他的时代精神、时代灵魂，而是要去挖掘他的深处灵魂。所以这个前提，我刚刚说，如果我们要启程的话，第一件要遇到的事情，想必是孤独，因为我们必须要从面对着时代精神的这样的方向做一个转换，要回到往内求或往内看这样子的一个方向。可是这个方向必然的会使我们跟外界或跟其他的人有一些距离。虽然荣格他非常的注重这一点，他一直说，他觉得如果要真的能够去整合或是获得他内在的这些潜意识的秘密，他不能够跟外在社会脱节。所以包括他自己也写到说，他必须要从这个 non-I 里面区分出 I， 就是从非我里面区分出我。这个过程当中，他必须要把我功能发挥得很好，所以他要把他的社会上的角色每一个都做得很好，不然的话，他可能就会被内在的这一些意识啊、思考，或者后来他把它发展成一种原型的概念的时候，他说他会被这些原型所绝获、所 possess， 所虏获，那么他就不可能区分出那个我、那个自我来。那么这是一个他很努力要做。为什么需要努力？就是因为很容易会失去。在寻找内在的过程当中，那个孤独很容易让人一直往内，或者说跟外界脱离。因此，我想我们在做自己的红书这样子的旅程的时候，当然首先必须要相信说我们往内看是对的，但是也必须要记得说这个过程是有危险的。荣格说，欲望不在外物的人触及灵魂之地，这是在红书一开始的时候很前面的时候说到的。那他把这个后来把它称为是一种 libido 的往内的指向。但是无论如何，当我们
害怕孤独的时候，这一切的门都会被关起来，因为我们不敢做任何的探索，我们害怕一进去那里，那就是你的内在的巴黎疗养院，好像我们可能都不敢去做这样的尝试。可是这个过程，如果大家有过这样的经验，或者我问我自己，它并不是自己选择的。我觉得当那个门开了，就像荣格说那个无意识爆发的那一点，或者我只知道1913年，我没有注意过是12月12日，然后这个两个数字也是蛮特别的，它就爆发了。所以对我自己而言，或对各位而言，如果有过那样子潜意识突然对你爆发的时候，那不是你可以选择的。可是所有平常你所储备的耐受孤独的能力，跟把你的两只脚站在现实的土地上的能力，在这个时候就必须拿出来用了。所以我想这是为什么孤独会变成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一个课题哦。那我们看看他在寻找灵魂的过程中，他说了这样一段话：如果找不到灵魂，人他会陷入空虚的恐惧，恐惧会挥舞长鞭，一再的逼迫他绝望盲目的追求空洞的事实。他的无尽欲望使他变成一个傻瓜，忘记了灵魂的道路，再也找不到他。我们可能都在欲望当中，感觉在寻求一个自我满足，觉得必须从欲望当中找到让自己完满的东西。可是如果我们不认识自己的灵魂的话，这所有的追逐只会让我们离灵魂更远。他将追求一切的事物紧紧不放，但他永远找不到他的灵魂，因为他只能在自己的里面找到他。这边翻成其实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有点没错的意思，就truly就是的确他的灵魂是在世事与他人之中，但盲目的人抓住世事与他人，却抓不到其中的灵魂。